嘿，我的小伙伴，有人说孤独是一种普遍的人类体验。如果你在看这支影片，你可能也会感到孤独。无论什么年龄、种族、背景或社会环境，每个人在生活中都会偶尔感到孤独。但是如果放任自流，它就可能成为一种潜在的破坏性精神状态。那么，为什么会感到孤独呢？更重要的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那么，这支影片我们就来说说6个在心理上可以起到支持作用的迹象，帮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1. 有1-2个好朋友。当一个人没有自己喜欢的那么多朋友时，或者他们有太多不太亲近的熟人时，大多数人往往会感到孤独。所以，如果在生活中，至少有一个自己觉得可以信任、关心自己的亲密朋友，那么已经做得比自己可能认为的要好得多了。事实上，最著名的心理学研究之一，长达40年的哈佛幸福研究发现，决定我们幸福的不是社会关系的数量，而是社会关系的质量。2. 有可以寻求帮助的人。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受欢迎、被喜欢，从来不会希望没有朋友在身边，或者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自己的100万粉丝。但我们都知道，在内心深处，如果周围的人并不真正关心自己这个人，这些都不重要。所以，如果曾经发现自己处于艰难的境地，或者正在与生活中有人帮自己解决的问题做斗争，无论是朋友还是家人，那么都应该庆幸，没有像自己认为的那样孤独。3. 有人会给自己建议，尽管可能会因害怕而不敢向别人敞开心扉，让别人觉得自己的问题是负担，或者担心一旦敞开心扉会招来别人不同的方式看待。但事实是，除非尝试过，否则永远不会真正知道。谁知道呢？生活中可能有很多人非常乐意倾听我们的烦恼，甚至提供一些建议，比如父母、最好的朋友、老师、指导顾问等等。4. 可以谈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好吧，也许谈论所有敏感的东西，对有的人来说有点不舒服，没关系，很多人都有同样的感觉，但和别人谈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也能带来满足感和疗愈效果，尤其是跟那些和自己有同样热情的人。找到一个可以谈论所有让自己快乐事情的人，无论是最喜欢的电影、书籍还是消遣，这已经足够让我们感到更强的归属感和与他人的情感联系了。5. 有经常联系的人。即使可能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经常见到他们，或者自己会觉得和他们疏远了，不像以前那么亲密了，这并不意味着自己爱的人不再关心自己，或者自己对他们来说不再重要了。很有可能的是，即使和他们不再保持联系，他们仍然会时不时地来看看我们，确保我们过得好。周日在父母家吃顿早午餐，和老朋友一起喝杯咖啡，给兄弟姐妹打个电话，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我们并不像自己有时感觉的那样孤独，因为在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们永远都在那里。6. 对让谁进入自己的生活圈很谨慎。关于让谁进入自己的生活和自己的核心圈子，可以获得很多回报，但它也会让我们感到比实际更孤独。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多的社交媒体存在，不像其他人认为的那样，我们应该或不应该外出，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被其他人包围。然而，无论如何，明智的选择自己的朋友要好得多，因为这样就可以确定那些我们可以放松警惕的人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你有我们提到的这些迹象吗？这支影片有没有帮助到大家意识到自己并不像自己曾经想的那样孤独？虽然我们很容易把这种痛苦和恐惧的感觉放到一起，但重要的是我们要承认它，并试着理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感觉。毕竟，孤独就像人类的其他情感一样，它是为了教会我们一些关于自己的可能还没意识到东西。也许你的孤独正试图告诉你要有意识的努力接近你所爱的人，或者他告诉你生活中有些事情需要改变，不管原因是什么。如果你正与自己的心理健康做着严重的斗争，你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今天就向心理医生求助。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分享给更多小伙伴们吧，他们可能也会在影片中有所收获。记得订阅、点赞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您都能收到通知。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